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你却不行？这真的全部是我的问题吗？这两天啊，湘雅医院又发生了一件事儿，就是湘雅医院的研究生孙同学呢，他坠江身亡。这件事情引起了非常大的社会关注。湘雅医院对于我们湖南和周边的省份城市来说是一家顶级医院了。这个顶级指的是专业水平啊。不是说有种说法是北有协和，南有湘雅吗？所以湘雅医院出了重大的新闻，本身就会引起更多的关注。更何况呢，这已经是湘雅医院近些年第二起研究生自杀的事件了。在2004年的时候，罗帅宇的事件，我相信大家应该还记得，刚发生了不到2年的时间嘛。目前呢，关于孙同学的这个坠江事件呢，官方暂时还没有公布调查的结果。但是孙同学有一封类似遗书的东西现在已经流传了出来。他在这个遗书中提到了导师的压力科研和规培的任务过重等等的问题，还有这个长期求助未果等一些里面的一些说法吧。在网上呢，你能看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有人在讨论这个导师的制度问题，也有人讨论学生的压力问题，又有人质疑整个这个医学培养体系的问题。确实怎么说呢，这类事件它触动的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国医学教育体系中的一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压力。比如说这个医学生的培养周期比较长因为一个医学生的培养路径通常是本科5年，研生3年，然后住院医生的规培3年左右，再慢慢成长为独立医生。这个我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我是查资料，但是大概应该是可以说从进入医学院到真正成为一个成熟的医生，往往是需要10年以上的时间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医学生他不仅是学生，同时也要逐渐承担着临床的工作。很多医学生同时要面对几件事，比如说临床工作呀、值班科研课题可能这个时候他还有发表论文的这种学业的要求。那这个身份其实还是挺特殊的，我觉得一方面你是学生嘛，另一方面你又已经进入这个医院承担了具体的工作了，这种双重身份本身就意味着这个压力非常大。再加上这个医疗行业本身的工作强度是很高的，所以在成为正式医生的这段时间确实是很辛苦的。我也有家里人是从事医疗行业的，所以我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确实医生是非常非常累的。然后呢，这里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导师的制度问题，它的权力结构呢是比较集中的嘛。在医学研究生博士这种培养体系当中，导师的角色非常重要。导师他不仅负责的是这个科研指导，他可能还有你后期的一些很关键的事情，比如说你的论文能不能通过你能不能顺利毕业，然后他的这个科研资源的一个分配然后还有可能甚至涉及到他对你的未来的一个职业推荐等等。导师他可以说在这个很多时候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因此在很多医学生眼里导师他怎么说呢，他不仅是他的一个学术指导者，也是他职业路径中的一个重要的节点。当然我觉得这里面需要强调的是，我觉得很多的导师他是认真负责的，但是难免这个制度就会有一个潜在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当这个导师本人如果他的性格或者他的学术价值观出现偏差的时候，这个医学生的处境可能就比较困难因为如果你选择跟导师对抗，导致你跟导师之间的关系破裂，那基本上也没啥退路了嘛。至少学生是这么认为的，甚至可能断送自己的职业道路。大多数情况嘛，那学生碰到这样的导师就只能选择忍受，数着日子这么熬着。但是前面说的这些呢，都是一些就是这个医学生培养体系里面的一些问题。但是当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有孙同学遗书里的一句话引起了我的注意，我今天想重点聊聊这个，就是他在遗书里提到了教务办和导师不断的问他为什么别人没事他有事，反复叫他反省自己。我想呢，这个孙同学他能走到保研湘雅的这个医学生的这个结果肯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他一定付出了很多的努力。但是他依然选择在像花一样的年纪，在外人看起来马上会有
稳定的生活和社会地位的情况下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不得不说确实太令人感到惋惜了。但是我看到他遗书里的那句话，就是不停的，就是教务处跟老师不停的让他反思自己、反省自己，这句话真是让我不得不浑身冒冷汗。这是一种典型的比较型的羞辱，这个东西我们太熟悉了。就是为什么别人可以你不行？谁没听说过这句话？又有谁对这句话思考过？每一次我们被这样说的时候，对方的潜台词都是说问题一定在你的身上。我觉得这句话从来它都不是解决问题，而是让你怀疑自己，是你不够努力，是你不够坚强，是你玻璃心，是你脆弱。别人能坚持，别人能忍，为什么你不行？这种话反复的出现，久而久之，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他怀疑自己的感受是不是对的。我觉得这种话它其实是一种非常冷酷的表达。它是一种，就是怎么说，它也不是骂你，它也没有，好像也没有人身攻击，它只是不停的在告诉你一句话，就是你是不对的。就像孙同学的遗书里还有一句话，他说我真的想不出来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可能正如他们说的，本身就有精神病吧。他被反复的训斥，然后这些人不断的让他反思。这种心理压迫在东亚社会，就是父母对孩子呀，上级对下级啊，老师对学生，就可以说无处不在。他会把一个人的痛苦变成一个人的缺陷，就是要么你呢，你也认可了自己有缺陷，所以更进一步的夹着尾巴做人，压低自己，小心翼翼的去生活；要么你就清晰的看清这一切并不是自己的错。但是我觉得对于东亚孩子来说，能做到后一步的人少之又少，而且太难了。特别是你在缺乏这种支持系统的时候。但是我从遗书里面能看到孙同学他是有这样的智慧的，因为他反复在强调，他说我不知道我还能反思什么，我不知道我自己做错了什么。可惜的是他的这份智慧却不足以反抗什么。在心理学上有一个词叫做黑色能量。书面的话呢叫做攻击性能量，就是当一个人的能量被长期压抑，没有办法反抗权威，不被允许说不，这种时间久而久之就会在身体和心理积累成一种黑色的能量。这种能量是一定会释放的，它要么就是往外发泄要么就是向内吞噬。就是向内吞噬，就是说把攻击性转向自己。我觉得不管是哪一种，对社会来说它都是一种悲哀，而更悲哀的是这种模式往往是一代一代传递下来的，就是大家都是这样的，然后一代一代这种循环往复。所以当类似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更多人的关注其实不仅仅是在讨论一个个体的悲剧，也不仅仅是在讨论医学教育体系。我想这些问题当然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很复杂，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彻底的解决，它不是一蹴而就的。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至少提醒了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在很多制度、很多组织里，当一个人说自己已经很痛苦的时候，周围的人很可能听到的第一句话还是那句我们从小到大的话：为什么别人都可以，你却不行？为什么别人可以忍受，你却不行呢？如果有一天我们自己也站在这个位置上，我觉得我的思考是，也许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慢慢的学会分辨一件事情，就是那句话不一定是真的。有的时候一个人承受不了某件事情，并不代表他不够努力，并不代表他不够坚强。医学教育体系的问题或许很长时间才能改变吧，但是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也许还有一个更现实的事情，就是当所有的声音都在让你反思你自己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至少要在心里留出一点点空间，问自己一句：这真的全部是我的问题吗？如果这个答案不是，是否定的，那么也许可以试着去寻找一些支持，或者离开那个环境，至少不要再用那句话来审判自己。有的时候一个人走到绝路，并不是因为一句话，而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开始不再相信自己的痛苦是真实的，或者说他不知道应该怎么对抗那个让他痛苦的东西。调查结果当然很重要，但是我想这里面也许同样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当有一天我们自己觉得很难的时候，能够记得我们可以学着承认自己的愤怒，然后找到一个安全的表达方式，或者在现实中去调整环境或者调整关系。因为我觉得我们自己的感受才是最值得我们信任的东西。好了，今天我就想说到这儿。